为什么我们看别人的尊者总是拼得恰到好处，上线质量又高，挂件质量又好？尊者每回合获得1点经验值，并且全队获得一个额外伤害。三尊者8级是15%，15%刚好是一个金色海克斯的数值强度。如果可以零成本拼三尊者，意味着你每盘游戏都领先一个金色海克斯。玩尊者肯定要减轻思考量，总不能每盘游戏在模拟器先拼个5分钟再确定思路吧？有没有什么快速思考的方法呢？设计师固定了60种尊者组合，确保了尊者们在羁绊层面互相不认识。比如辛德拉是尊者，你的尊者组合里边就不会再出现法师和灵魂莲华的牌。我举例一个尊者组合：阿离加奇亚娜加杰拉加永恩加奥恩加惠。你看到了阿离和奥恩的组合，你的第一反应是谁？是辛德拉。我们把辛德拉称呼为目标卡。阿离和奥恩既是尊者，又是阵容的优秀挂件，我们把它称呼为挂件卡。现在辛德拉只需要1张锤石，1张其他尊者，一共4张牌，就可以组成最小输出单元，2法师加3尊者加3灵魂莲华，而且还可以跟阿离牵线。有坦克有输出，剩余人口可以全部用来拉阵容上限。5灵魂莲华加4永恒之森，你可以全都要。2法师加2夜幽加2护卫加2死神就当是送的。2张4费卡承担阵容的支点，2张5费卡拉高阵容的上限。是不是感受到尊者作为挂件卡的优势了？当2张挂件卡指向某一张目标时，构建阵容的自由度就会提高，而且你的思维是线性的，通过挂件卡把目标卡定下来，就能组成最小输出单元，剩余人口负责扩大优势。如果反过来辛德拉是尊者，你仍然想把辛德拉当做目标卡，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：挖掘机加塞纳加掘墓加阿木姆加辛德拉这个尊者组合。假如你铁了心玩辛德拉，肯定要带上1张阿离，再带上锤石，开3灵魂莲华。走到这一步，你还有2个尊者缺席，此时你的阵容自由度就只剩下一种方案了：带上掘墓加奥恩加慎，开4擎天位，再回头找1张尊者挖掘机，阵容刚好空缺幽魂和斗士，最后1张牌正好补剑魔。这个阵容大概率是有强度的，因为每张卡开的羁绊都比较合理。但这个构筑过程，你明显能感受到总在东一块西一块去拼挂件，不仅思考量很大，而且很被动。究其原因，当辛德拉被定下来之后，尊者体系内是没有辛德拉的直系挂件的，所以你需要去找辛德拉的挂件。之后你还要判断辛德拉的挂件能不能跟尊者体系搭上边。搭不上边的时候，是增加1个人口当连接卡，还是换一个挂件重新拼？这个思考过程是一种循环判定，会无端消耗游戏精力。现在换一种思考方式，尊者组合还是这一组，把辛德拉当做挂件卡，搭配阿木姆和塞纳，能想到什么？护卫狙，对不对？我们此时的目标卡就是3星厄斐琉斯加1张千珏，组成3灵魂莲华，搭配泰坦、厄罗伊、纳尔，组成4护卫、2法师、2永恒之森。此时我们的阵容坦克是泰坦，主 C 是厄斐琉斯，副 C 是辛德拉。我们再复盘一下这个构筑思路，你会发现，当你定下玩3星厄斐琉斯那一刻，体系之外的卡都是成模块化放进来的，你省去了一个回头找尊者的过程。现在尊者还是这一组，我们把目标卡换掉，不要3星厄斐琉斯，我抽不到，我要玩艾希，把阿木姆和塞纳当做挂件卡，我这把仍然坚定的走护卫狙。现在大家跟我一块思考，尊者挂件是阿木加塞纳，目标卡是艾希，最小输出单元还差1张深海泰坦，扩大优势的卡放什么？4护卫。墨之影的护卫贾克斯算不算护卫？把剑魔放进去，能开3墨之影加2幽魂，剩下1张尊者，你可以用挖掘机来开出2斗士，也可以用辛德拉开出2法师，完全看你的心情和经济情况。游戏思路是不是很顺畅？完全是线性思考。同一组尊者，我们用了3种思路去拼，你喜欢哪种方案？对比一下，是不是尊者作为挂件卡能有效降低思考成本？现在肯定有观众要问，作为数据频道，你有没有相关数据证明尊者更适合做挂件卡呢？当然有，我们打开大数据网站，检索2星艾希带满3件装备的数据，排查相关组合胜率，其中自带1护卫加1狙神的尊者组合，胜率普遍在 3.1 到 3.5 之间；直接带艾希的尊者组合，胜率普遍在 3.6 到 3.9 之间，有非常明显的差距。可以从侧面支撑我们这期视频的观点。下期视频我们来聊如何识别优秀的挂件卡和目标卡。最后感谢大家过去2个月的关心，云顶风向标正式回归，唯有热爱方抵岁月漫长。我们下期再见。